大家好，我们是牛爸兔妈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讲《The Montessori Toddler》这本书的第2章。这一章呢，会回答3个问题：第一，蒙氏教育的前世今生；第二呢，蒙氏教育和传统教育有什么区别；第三呢，是蒙氏教育的10大原则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。首先呢，关于蒙氏教育的前世今生，蒙氏教育呢是 Maria Montessori 创立的。Dr. Maria Montessori 是意大利人，他是在1896年拿到的医学博士学位。那个年代的意大利根本没有女医生，她是最早的女医生之一。她这么厉害是什么家庭背景？你和我想的一样，我去 Wikipedia 上查了，她爸爸是财政部的普通公务员，思想是比较保守的，希望她做一个所谓传统女性，不需要读很多书，相夫教子就可以了。她妈妈的出身就比较厉害，她妈妈的舅舅是意大利很有名的天主教神学家和地质学家，所以妈妈受过很好的教育，非常支持女儿多读书，追求梦想。在那个年代的意大利根本不存在女医生。Maria Montessori 先读了工程和数学，成绩非常好，教授认可了她的能力，她才能转进医学院。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，她不能和男同学一起解剖尸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尸体是裸体啊，学校觉得她和男同学一起解剖裸体有伤风化，所以她只能课后自己进行解剖练习。那个年代的意大利，如果她结婚了，社会就认为她应该回归家庭，不应该在外面抛头露面继续工作，尤其是做医生这种所谓不适合女性的工作。那她怎么办呢？她为了守住事业呢，就选择不结婚。她和一个医生同事相爱了，2个人约好谁都不结婚，生了一个儿子。结果那个男的迫于家族压力结婚了，所以他迫于无奈把孩子寄养在乡下，直到孩子10几岁才团聚。不过他的儿子最后也继承了他的蒙氏教育的事业。没有很关心他的出身。你继续吧。我这些都是我自己查的，我就觉得她还挺牛的，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女性。她的经历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大女主爽文，就是有点可惜，蒙氏教育享誉国际，她的小孩却没有机会体验这种教育。那她是医生，为什么最后又去搞教育了呢？她有一次呢，在罗马的一家孤儿院里帮忙治疗一些所谓的低智儿童，那些小孩可以玩的东西很少嘛，她就发现呢，小孩会在桌子底下捡面包屑，不是为了吃，而是为了摸着玩儿。她觉得吃药治不了这些小孩，她就去观察这些小孩是怎么学习的，研究怎么做可以吸引小孩去学习。为了教这些小孩呢，她做了很多教育学、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，不断去实验和改进教的方法和教具。结果呢，她创造了一个奇迹，就是在考试的时候，这些低智小孩比正常小孩考的分数还高。我想起来那个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，也一开始也有一些阅读上的学习困难，但是后来他也是通过蒙氏才能学会阅读的。对，然后他在意大利教育界就火了嘛。1900年呢，意大利创办了低智儿童师范学校，专门用来培训老师怎么去教育低智儿童。他呢做校长，他在这个岗位上研发了非常多的教学方法和教具，这些呢就是蒙氏教育的前身了。1907年呢，他在罗马的贫民区创办了第一所儿童之家，专门来照顾贫民区双职工的小孩。我在想，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特别在乎孩子的智商，就是所谓是高智儿童，但是你看人家低智儿童用蒙特梭利教出来的挺好的呀。对呀，说明他过分关注智商在教育里面已经非常本末倒置了。哎，你说的太好了，你说的太好了。前2天我们不是还在小红书上看到帖子说，湾区现在的很多家私校申请之前都要提交小孩的那个 IQ 测试，对吧？那个就是真的像你说的挺本末倒置的，这不是教育的初衷吧？Dr. Montessori 呢，他一连开了5所儿童之家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他教出来的小孩呢，有很强的专注力和自律能力，读和写的能力也远超同龄小孩。他的教育方法呢，就变得越来越有名。
1909年的时候呢，意大利政府就开始在孤儿院和幼儿园里推广它的蒙氏教育法。很快呢，蒙氏教育就享誉国际，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受欢迎了。挺好的。这就是蒙氏教育的前世今生啦。那这里大家可能要问了，蒙氏教育和传统教育到底有哪些主要的不同呢？他是怎么做到可以把小孩教得这么好呢？在传统教育里呢，教室前面会有一个讲台，老师站在上面讲课，然后来安排孩子们今天学什么。所有的孩子今天都要学这个。但是蒙氏教育里呢，有3个元素：孩子、老师和环境，这3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的。老师准备环境，根据孩子的需要调整环境；环境呢，吸引孩子，孩子从环境中学习；老师呢，观察孩子，只有在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才提供支持。可能因为我们的孩子正好在蒙校上学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具体指的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可能听众很难想象，我们可能需要给出一些比较具体的描述。有点虚是不是？他书里在这一部分就是这样写的哈。那我们从蒙氏教育的10大原则来具体解释它的特点吧。蒙氏教育的第1个原则呢，是蒙氏的环境是需要提前准备好的。教室里的教具是设计好的，他们得既能够吸引孩子，又不能太难把孩子吓退。所有的东西呢，都是适合小孩的小手来操作的，比如菜刀啊、小刀啊、案板呀、盘子呀、碗呀，都是适合小孩的小手的大小。画呢、植物呢，也都是放在小孩能看见的位置。这个是我们参观蒙氏的教室有最大的感受，所有的教具都是适合他们大小的。对，而且所有都是真的教具，不是 pretend play 那种。对，都是真的。第2个原则呢，是小孩天生就有求知欲。书里说呢，你想啊，小婴儿呢会自己学着去抓东西，尝试站起来，自己学走路，所有这些本领都是完全靠他们自己学会的。他们天生就想学会这些本领。那同样的，他们学说话、阅读、写作、数学的时候，一样也有这种学习的欲望。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提供一个帮助他们学习的环境。第3个原则呢，是小孩需要动手学习。Dr. Montessori 认为呢，动手学习可以促进小孩的智力发展，因为听和看是一回事儿，但真的动手去做，就会把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，我们会学得更深刻。所以很多蒙氏的教具都是给孩子提供动手练习的。比方说串珠子、拉拉链、切香蕉、挤柠檬或者削苹果皮。而且我记得牛牛当时在教室的时候，比方说削苹果皮也不只是这一个动作，他需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区域，并且把所有的工具都准备好，削完苹果皮再把垃圾收拾好，再把工具放回原位，这是至少有6、7个步骤的，而不只是老师教他削他就削。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挺复杂的。我们刚说的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是完整的一个过程。另一个动手学习的例子是蒙氏的数学教具，比如呢，1颗小珠子代表1，1串珠子有10颗，那就代表10，10串珠子就代表100，100串珠子就代表1000。小孩用这些教具去做加法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能看见和摸到具体的数值，而不是纸上抽象的符号，所以小孩用这种方法很容易就能掌握加法。第4个原则呢， Dr. Montessori 认为小孩学习是有敏感期的。书里敏感期的原文是 sensitive periods， 他解释呢，当小孩在某一方面表现出特别的兴趣的时候，就叫敏感期。比如运动、语言、数学、阅读，这些都算。在敏感期的时候呢，小孩学东西会特别容易。作为大人呢，我们要做的是观察孩子，找出他们正处在哪个敏感期，然后提供合适的活动来支持他。比如呢，当小宝宝开始模仿大人说话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他们现在是语言敏感期，我们就可以多跟他们说话，多说一些词汇。再比如呢，如果小孩突然喜欢爬桌子了，那就说明他们在运动敏感期，那我们就要多给他们找一些可以运动的机会。那如果错过了孩子的敏感期怎么办呢？他说呢，还是可以学，只是没那么容易。
比如咱们成年人也可以学外语，但是就没有小孩学外语快喽。第5个原则是呢 Dr. Montessori 认为，从出生到6岁这段时间，小孩可以像海绵吸水一样毫不费力地吸收信息。英文原文是 absorbent mind。这种吸收呢，在3岁以前是无意识的，而3岁到6岁之间就是有意识的吸收。但是呢，海绵既能吸收干净的水，也能吸收脏水，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给小孩有负面信息的环境。比如呢，我们把东西打翻了，如果小孩看到我们很自责，他们就会吸收我把盘子打翻了，我就很糟糕这个信息。主要不要随便说脏话，你说是不是？说脏话这个还是比较简单能做到的吧。他这里举的这个打翻东西的例子，我觉得还是挺难的。是对。第6个原则呢，是 Dr. Montessori 认为自由应该与界限共存。其实我们有听到过，有朋友对蒙校的印象就是老师啥也不管，小孩想干啥就干啥，是吧？我也有听到过蒙校太沉闷太安静，规矩太多。作者说呢，其实蒙校是介于2者之间的。牛牛学校的老师也说过，教室里呢是有规则的，人人都要遵守。比如呢，进教室要先洗手才能去做 work。比如一个人选了这个 work， 别人就不能用，做完 work 要收拾好放回去。还比如呢，吵架了要用和平玫瑰来解决冲突。对，我觉得这个非常有道理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就会感觉你是该管的不管，不该管你就管。他想学啥你不让他学，但反而是比方说有冲突了什么的，你不好好解决，该管的你又不管。我觉得他这个是比较有道理的。但是在遵守这些规则的基础上，小孩是自由的，他自己觉得他今天想做什么 work 他就做什么 work， 不想 work 看别人也行，在教室里随便溜达也行，都是他的自由。所以就是咱们第1期讲的那个 Google 2位创始人，他们喜欢蒙校的原因就是这一点。第7个原则呢，是 Dr. Montessori 认为小孩喜欢独立。蒙氏教育小孩独立，不是因为我们需要小孩独立，而是因为小孩自己喜欢。比如呢，小孩自己穿上鞋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很满足很高兴。他们把 work 整理好放回原处的时候，他们也会感到平和和满足。这个是有老师是专门讲过这一点的。教室里小孩子一开始学的这些他们叫生活技能的那个部分，老师就跟我们解释说当他们能独立做了这些事情，比方说倒水啊、洗杯子啊，从简单到难，他们也有很好的成就感。这个在我们大人看来可能是让他独立，但其实这个比独立对他们的影响其实更大。第8个原则呢，是每个孩子的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时间表。有些孩子在掌握一个技能前呢，他喜欢不断的重复练习，我觉得我是这样，对吧？有些孩子呢，主要靠观察他人来学习，比方说牛牛。有些孩子呢，需要很多运动。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，蒙氏教育呢，会按照每个小孩的特点来支持他。蒙氏第9个原则呢，就是老师会像对待大人一样尊重孩子。比如呢，他们会在碰孩子之前问孩子，我可以抱你起来吗？他要先征得小孩的同意。最后一个蒙氏原则就是老师会花很多时间观察小孩。作者说呢，他参加蒙氏老师培训的时候呢，他要花超过250个小时来观察小孩，目的就是训练自己像照相机一样客观地记录孩子的活动，不着急分析和下结论。挺好的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内容啦。下一期呢，我们会讲怎么把蒙氏的这些原则应用到日常生活中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啦。